自己改造这辆房车大概帮我省了30万元，但是我却非常不推荐大家自改房车。如果看完这期视频你还是决定自我改造你的房车的话，我只能说，要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先一起看一下在自改房车上金钱和时间上的投入。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在英国花了大概4个月的时间，完全改造这辆房车。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房车总共花了多少钱吧。在介绍完整体房车改造的花费之后呢，我会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市面上可以直接买到的房车，以及直接对比一下能买到的2手或者1手的房车和自己改造的房车有什么区别。最后聊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想拥有房车，是最好买1手的、2手的、全定制的，还是完全自我改造的呢？那么首先介绍一下这辆车的基本情况。我是2022年中的时候在英国买的这辆车，总共花费大概在21万左右。它是奔驰的 Sprinter， 144英尺 wheelbase， extra high roof， 总共的车高大概是2.7米，内部的话是1.96米，车长5.95米，刚好小于6米的，所以正常的驾照就可以开。买的时候它的里程大概是8万英里，也算是中等偏下吧。毕竟奔驰的引擎还是非常好的，跑个30万英里不成话下。车是2014年下半年生产的，有空调，但是其他设备都非常原始，车内也几乎没有任何电子设备。车保养的还算比较好，因为自动挡车其实比较少见的，所以当时买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好还价。整个车拿下来呢，原价是20万，然后再加上拿到的时候一些大的检修啊、全面的调整啊，总共花费大概在21万左右。接下来就是改装了，所有的材料加在一起大概花了9万块钱，最贵的是软装和家电，总共花了大概3万左右。全部都是买材料的钱，而且尽量是在材料中选择比较好的材料。硬装大概是2万，其中包括保暖呀、减震啊、窗户啊等等。再接下来是电路系统，花了2万多一点，也是配备了比较好的，差不多将近7度的锂电池，以及600瓦的太阳能充电板。最后水路系统的材料大概花了1万，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工具啊、消耗品啊，大概花了6、7千块钱。这就是总共的改造的价格了。整车的花费大概在30万，而这4个月的改造呢，基本是在上班之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所以虽然说是4个月的时间呢，但总共大概花了400个小时左右，有相当于大概50个工作日，然后10周工作周吧。那么再接下来我会具体介绍一下每一项花费的细节。如果对这方面不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跳到后面，我们会聊一下买房车和自己改造房车的优劣性吧。那么首先说一下软装和家电，这也是整个房车改造中花费最大的一块了，总共是将近3万块钱，其中木料大概花了1万多，然后这些乱七八糟的家电也花了1万多，最后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项目，加起来大概将近1万。首先说一下木料，房车上的木料选择比较讲究，你既不能选择实木，因为它的重量会太重，也不能选择那种比较轻的那种 cheap wood， 强度就不够，所有的木料选择都是既轻便、强度也比较高的 plywood。在英国，一块质量非常好的2.4米乘1.2米的这样的 plywood， 大概的价格也在40到50磅左右。因为本身的价格并不是特别贵，所以所有的材料我都可以选择最好的。我大部分的木料都是在 B&Q 买的，所以在英国的小伙伴们如果想自己改造、想买木料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在他们家买木料的时候，店里面可以直接帮你切成合适的尺寸，所以非常省时省力。我在做房车之前用 SketchUp 做了一个3D 建模，所以每一块木板的尺寸啊、长度啊、需求啊，我都非常清楚。在店里面买的时候，我直接让店员把大多数的木料全部都切好了，而回来之后需要的一些额外切割，用一把小的圆盘锯也基本上可以完成，还是非常方便的。买的这些木料基本上做完了这个房车内部所有的家具，像这些上面的吊柜，以及我们后面的厨房的台面啊、各种各样的柜子、后面的床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说说在家电上花的大概1万块钱吧，大部分都是厨房用品，像我身后的这边一台微波炉，以及这一侧的灶台，下面的冰箱，我还更换了新的中控系统和倒车摄像头。这些大部分的家电呢和家里用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就不过多介绍了。但唯一要提的一点是下面这个冰箱，它是一个24伏供电的直流冰箱，和家里常用的240伏的交流冰箱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在房车上使用直流冰箱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可以直接连接到我的电源上，而不需要通过变压器转换到240伏。平常可以放心的开关这种240伏的交流电系统，而不用担心影响冰箱的供电。再加上是直接从电池取电，不需要经过多次的变压，所以用电效率也会高很多。那么介绍完软装，再来说一下硬装吧。这块总共花了大概2万块钱，这些花费是你在参观一个房车看不到的，但在使用中感受却非常明显的，其中包括隔音、减震、保暖以及窗户、采光、通风等等。
那么减震、框架和保温呢，总共花了大概8000，光是保暖就用到了6种不同的材料，就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达到最好的保暖效果。后来在冬天滑雪的时候，也的确体现出了优质保暖的优越性。光有保暖不能没有取暖，我还找人安装了一个柴油暖风机，并且连接到车自身的油箱里面。这是全车唯一一个不是我自己安装的东西，毕竟要转到油箱里面，对于从来没有做过这类工作的我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这一块总共花费是4000多，但作为冬季露营的必备，简直就是物超所值。硬装最后就是窗户了，包括这一侧的2扇就是可以打开的双层窗户，和这一扇的固定窗户。侧面的窗户呢，除了可以打开以外，还有遮光帘，以及像沙拉的防冲网。安装窗户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切割金属的车身，当时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但在看了无数 YouTube 视频之后，以及慢慢的去尝试，还是有惊无险的把它完成了，最后的质量也非常有保障。再接下来就是车里的电路系统了，总共花了大概不到2万4，打造了这一套6.7度电、600瓦的太阳能电池充电板，以及包括12伏、24伏的直流和240伏的交流用电系统。这些数据听起来很复杂，它技术含量也的确是整个房车改造中最高的一块。虽然也是我第一次做，但我张的本科是学电气工程这个专业的，所以学起来很快，而且也多了很多信心。这里花费最贵的就是锂电池组了，我用的是24伏280安时，也就是6.7度电的电池组，总共是1万多。当然了，锂电池这一块它的价格变化每年都非常快，降价也非常厉害，而且如果在国内买的话，锂电池会便宜更多。后面装上这个一体式的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以及变压器，大概花了4000多。屋顶的3块200瓦太阳能电池板，总共也是4000多。最后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导线呀、电池的供电器啊，还有这种直流以及交流系统的电源适配器，所有加在一起就是我们整套的电路系统了。哪怕我本科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但毕业之后将近10年没有用过了，所以再捡起来感觉还是有点吃力的。尤其在有一些地方，电路的连接处还要用到焊锡、电烙铁等等，更是有种回到10年前上学的时候的感觉。所以整个安装过程虽然进程非常缓慢，但质量绝对是非常好的。再接下来就是水路系统了，这块差不多花了9000多。其实房车的水路系统应该比电路系统容易很多的，有这种储水的，然后运输水的一些水管，以及用水的一些终端，这一块也没有很多大的花费，主要是2个大水箱，包括我们这个115升的净水箱，以及一个60升的灰水箱。所有的水管用的是12毫米口径的 push fit， 安装起来也算是比较容易。再加上一些小配件啊，像这种24伏的水泵啊，有多种模式的这种花洒啊等等，最后还有一个1.5千瓦电热水器，所以这一块没有单独的比较大的花费。不过因为我对水路系统的无知，在其中买设备连接之间的那种转接头的时候买错了好几次，而只要一买错，它肯定会漏水，所以中间还是略微花了一点冤枉钱的。最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消耗品了。工具这一块包括圆盘锯啊，然后 Mightier Saw 电锯。Jigsaw 等等各种各样的锯子，以及3个不同的 cordless drill， 就是那种充电的电动螺丝刀，以及角磨机啊、打磨机啊等等。虽然大部分工具是为了改造房车才买的，但这些工具也不是说改造房车完之后就没有用了，之后做一些家里的 DIY 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虽然花了大概不到5000块钱的话，但这一方面其实并不能算说房车独有的投资。最后还有1700多的消耗品，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这就是这个房车改造中所有的花费了，加上车一起总共30万块钱。当然这肯定没有算我在改造中花了400个小时的时间，相当于接近10周的工作的时间。那么你说这些时间怎么算呢？如果要按照我本职工作的时薪来算的话，那肯定是划不来的。但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以及消遣的时间，改造这辆房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年人的乐高玩具。这400个小时花的没有任何时间是我觉得非常难熬的。在这个改造过程中，解决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智力上、体力上还是脑力上的挑战，都让我感觉非常快乐而且有成就感。那么我们花30万打造的这辆房车到底值不值得呢？它和市面上可以买到的1手和2手的房车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网上看看市面上能买到的房车都是什么样子吧。走。因为我这个房车是在英国购买和改造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在英国最大的房车交易市场 Auto Trader 上看一看。我们先看一下类似的车型，也就是奔驰的房车大概的价格吧。好，接下来有一个2013年的卖35K 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图片，它这一侧看上去像没有窗户的样子，它这个侧面有一个可以拉出来的这个遮阳帘，感觉还不错的。看它这个车型应该是 Extra Long Wheelbase， 所以总共的车身是7米宽，内部的空间会比我们的房车大概多1米的空间。长有长的好处，内部空
空间当然更多，但也有它不好的，就是开起来会更难一些，而且在很多过海关以及过船的时候，它超过6米的车身就需要交更多的费用。它侧面也没有窗户，后面也没有窗户，感觉内部可能会比较压抑。里面的话，先看一下，应该是这种一体化的装修，还有一个 L 型的卡座，这个还是挺喜欢的。然后这侧面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然后顶上又有一些 storage。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一个天窗加上一个风扇。做饭这一块，它用了一个3个 hob 这样的 gas cooker， 火力还是非常足的，并且它这个下面居然还带一个烤箱，在房车上也是很少见了。当然，这个也就代表房车里面必须配备燃气灶啊。洗手池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房车洗手池，下面看是冰箱，设备还是挺齐全的。然后再往后看，它这个床放的特别高，感觉有点奇怪，都已经是加长车身了，车内部的空间已经是比较多了，还为什么还要把床设计的这么高呢？而且这么高的情况下，四周都没有窗户，这样睡起来应该会比较压抑。从它的后备箱可以看出来，它后备箱留的空间是非常高的。这么高的空间一般会用来放像摩托车呀、自行车这些运动设备，它也应该是专门为这个设计的。后面它还放了一个独立的柴油暖风机，这种柴油暖风机是不连到车的油箱的，它是有单独的一个油桶，安全隐患其实会更多一些。再看一下驾驶位的位置，标准的手动挡车，而且它的中控系统看上去也非常原始，并没有经过改装，可能开起来会更难开一些。再看这个照片，它的车的驾驶位的顶端也没有做什么储物，这个地方很多空间其实是浪费着的。一般来说，这样的房车它的电池是比较小的，太阳能电池板有没有都不好说。这就是这辆车的全部照片了。如果要给它一个综合的分数的话，我给它打59分。那我们继续看下一辆房车，这样一个很不错的。这有一个自动挡的，我们看到第一个自动挡的，但它是比较新，2012年的110K。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房车大概是什么样子，差不多104万的价格。从外观看，它也是这个 extra long wheelbase， 车内的空间会更多一些。它也有侧面的这个遮阳伞，它窗户做的非常多，从前到后全部都有，上面还装了这个卫星电视的天线。然后后面有倒车摄像头。从后面看的话，它把床的位置抬得也很高，这样后面的后备箱可以放比较高的自行车、摩托车。但和我们之前看那个车不同的话，它在后面还做了一个加高，所以睡起来应该不会觉得特别压抑。从侧面看的话，进车的这个位置和我们看的前面几个设计还是比较相似的。大型的车厂作为改装，差不多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挺喜欢它侧面装那个窗户，比较大的开口，上方的储物做的也非常标准。这个地方还额外加了卡座，床的下方的储物空间也很多。然后这一侧的 cooker 微波炉，然后这边的冰箱，所有的也都有，就是这些了，没有特别多的照片。但是这么新的房车肯定是自动挡的，不过可惜这里它也没有写它的电池的容量以及充电板的这种功率。这就是这辆全新的奔驰了。如果也要给它一个综合的分数的话，我给它打77分。那我们不看这个 Sprinter 了，我们看一下所有的房车吧。像在英国的话，这种床车特别多，它这种是 minivan， 这样的货车基本上都是把顶棚给切开，然后做成一个可升降的顶棚，这样睡觉的时候会把顶棚升起来，然后人睡在上面。平常开的时候顶棚放下来，因为你不升这个顶棚的话，车内空间是非常小的你想想这种升起来的话，保温保暖性你可想而知。如果你作为这种冬天滑雪的就不太合适。像这种的话是专门定制的房车了，看它的结构应该会好一些。菲亚特的比奔驰的话可能还是要差一点，但这个好在它内部的装修非常新，这多了一个第二排的座椅，然后这一侧的相当于厨房区域也是比较齐全的，然后上方储物也有，然后这上方的储物也有，然后后面的应该是浴室这是他们的床，两侧是座位，然后中间要睡觉的时候把这边拉到中间来，形成一张大床，而不睡觉的时候中间这个地方可以打开，你可以把中间变成一张桌子。两边的窗户也很不错，然后后面有窗户，还有一个20升的烧燃气的160瓦的太阳能板。从房车的设计角度来说，这一看就是比较专业的人设计过的，这也是一种比较经典的房车内部的布局设定了，非常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房车。60万人民币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车。如果要给它打个分数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打到82分。为了更直观的对比我们刚刚看的这几辆房车我把它们都放到了同样一张表格上，然后以我非常主观的视角给他们打了一个分数。这总共有11个项目每个项目都给了1到10分，1是最差的，然后10是最好的。这个打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纯粹是主观感受，所以我就不一一介绍每一项的细节了。我给了我自己的房车也打了比较高的总分，毕竟是因为自己改造的嘛，所有的使用的习惯和需求都是按照我自己的要求所定的。这个市面上所有的非定制的房车肯定还是没有办法和这个相比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自改房车的全部费用，以及对比了市场上能买到的一手、二手的这些房车。那么最后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吧。什么样的人适合自改房车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并且享受改造过程的人。如果这么多的手工和 DIY 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快乐，那么什么样的优劣性其实都不重要了，直接干就完了。如果还要说其他有什么优势的话，那肯定还是有成本低，完全满足自己的使用的习惯，而用到的材料也非常有保障，并且后期做检修更换的时候也能做到非常心有成竹。但如果你不享受这个改造的过程，那么所有这些优势全部都免谈。改造房车或许可以给你省一些钱，但省下来这些钱完全不足以弥补你在上面的时间和精力的花费。如果你不是在欧美这样人力成本特别高的国家，这些节省就更少了。它或许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比较私人化的定制，但是比较专业的师傅可以在花更少的时间、更少的价格，给你打造出同样美观甚至质量更好的产品。如果实在找不到完全满足你需求的房车的话，而你又不想花全定制的价格，你完全可以买一辆二手房车，开一段时间，感受一下你最喜欢、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要求做一些后期的加装。这样做出来的房车能既保证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在使用上也可以接近完全私人定制的等级。那么今天看了这么多介绍，我希望你对你自己是否需要一个房车，以及要什么样的房车，已经有更多的了解。如果你看完这期视频还是决定自己改造一个房车的话，那我一定要给你点一个赞，因为我非常欣赏这种动手的精神。但如果你并不想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时间的话，我的建议还是买一辆二手的房车，先体验一段时间，后期再做加装和一些细节上的改装。最后呢，我真的希望这些视频对你有一定的帮助，也希望你拿到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房车，享受它给你带来的自由和快乐吧。我们下期再见。